你好，我是 Alex。我们今天呢聊两个话题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传说中的股神木头姐呢，在昨天的时候挥泪血亏抛售了 Coinbase 的股票。那么我们探讨一下，万一 Coinbase 这个交易所不行了，那么普通的投资者该怎么操作？你的 Coinbase 账户里面的币该怎么办？第二个话题呢，就是今天加息啊，75个基点，基本呢符合预期，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高枕无忧了呢？接下来又有多少时间可以给这个市场进行喘息？那么还存不存在熊市中的小牛市呢？好，我是 Alex。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视频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的点点滴滴的影响。另外呢，我在电报呢有个会员群，我的目标呢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在下个牛市周期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感兴趣的朋友，请通过视频下方缓冲群的链接找到我，或者是群助手咨询进群的方式。好，我们正式开始啊。那么根据 ARK Investment 每日交易更新的邮件显示呢，本周二木头姐的 ARK Invest Management 3只基金共出售了超过140万股的 Coinbase Global 的股票，其中 AARK 出售了113万3495股的 Coinbase 的股票，占该基金总投资的 0.6833%。ARKW 卖出了17万4611股，占基金总投资的 0.6768%。ARKF 出售了11万0218股，占其资金总额的 0.6793%。周二 Coinbase 的股价呢收盘下跌了 21.08%， 报收了 52.93 美元，盘后交易小幅上涨 3.08%。今天这只股票呢有一个反弹，但是持有的人没有一个是不亏钱的。不知道还有没有朋友记得我一直以来都很瞧不上 Coinbase 这家公司，多次在节目里面抵视啊。那么我在这个股票250美元的时候，就看到木头姐大批量的买进 Coinbase， 我当时呢就感觉到非常的怀疑人生啊，为什么这个木头姐啊这么厉害的人呢，会买入这一个这么垃圾的股票呢？那么我这么说你肯定不信啊，我给大家放一下2021年9月8日的我的视频，还有这个电报群的聊天截图，那么大家看。给大家放出来，给看看这个群里面到底是怎么评价这个 Coinbase 的啊。那么另外有数据显示 ，A16Z 基金创始人 Mark Andreessen 在最近1个月内出售价值 1.88 亿美元的 Coinbase 股票啊，而过去1个月 Coinbase 内部人士出售了价值近 2.5 亿美元的 Coinbase 股票啊。你说要命不要命啊？如果说前面我说的这个基金公司啊，这个 A16Z 的基金公司，他们抛售一家股票，说明呢他们对这个公司的未来呢是不看好，那么出手股票呢是属于正常的现象。但是内部员工他是最了解这家公司的。你说 Coinbase 的内部员工是不是非常了解他们公司的各个的部门的协同，然后各个部门的运作，以及未来的这个各个是要上线的什么什么东西非常了解啊？但是这个内部员工他们还是把这个股票给抛售了，那说明一个问题啊，说明这个内部员工他不看好自己的这家公司啊，所以呢，我也是强烈的建议大家尽量不要碰这个股票啊。那么 Robinhood，我觉得是比这个 Coinbase 是更加的有前途啊。当然了，这都是我的个人见解啊，不构成投资建议。那么理由呢，就是 ARK 基金的木头姐啊，持有非常多的 Coinbase 的股票，这是最让我想不明白的一个地方啊。那么整体来看呢 ，Coinbase 的股票自从上市以来呢，表现的并不好啊。那么上市的价格是250，那么现在还是个250。好，那么大家也都看完了我当时录的视频啊，我当时说的是非常的不理解，为什么木头姐大量的持有 Coinbase 的股票啊？现在看来，我当时的不理解呢是正确的，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们应该摆平心态啊。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股神，木头姐也不例外啊。木头姐的在 Coinbase 这只股票的成本价呢是254美元，那么最后离场的时候啊，可能也就是在54美元左右，我们可以把它算成平均一股血亏200美元。由此看来，我在去年11月份让所有的会员朋友全部清掉手里面的美股呢，也是正确的选择。那么我们观众里面有很多朋友呢是有 Coinbase 账户的啊，那么我本人也有，但是里面一直没有几个钱啊。如果你里面的钱也不多的话，那么可以趁着今天这个币市的大反弹大涨啊，那可以卖掉换一个交易所用。如果钱很多又不想卖，那就要想办法
去转到冷钱包里面大家可以在我这个视频下方找到这个 Ledger 的这个冷钱包的购买链接那么这个呢是目前全世界公认最好的冷钱包，没有之一至于持有 Coinbase 股票的朋友，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那么在我看来，这家公司极有可能会被 Robinhood 或者是其他的交易所所收购因为经常爆出来这个老鼠仓还被爆出来高管和内部员工他们通通在高点套现，就这么一个公司那么如果说他明天跑路了，我一点呢都不觉得稀奇那么被收购已经是烧高香了。好，我们今天进入第二个话题美联储宣布加息75个基点，这个消息我在3天前就告诉我的会员朋友了当然了是基于我自己的一个判断，那么只不过呢是跟美联储想一块儿去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放一下我昨天对这个形势的一个预判，给大家再回放一下那么最近一周确实是不太平我们看到了特斯拉卖出比特币我们也看到了各个巨头公司今天是这个谷歌微软都在出这个第二季度的财报，那么马上也即将出炉的这个美国 GDP 的数据呢，将显示美国经济是否在衰退。我之前讲过很多期的美国经济衰退那么这个数据一旦公布出来将直接影响到美联储下一步的这个动作，将影响到加息的力度。一旦美联储呢决定放缓加息的速度和降低加息的幅度的话，那么意味着这是一种变相的再次的大放水如果说这样的话，那么本年度呢极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熊市阶段的一个小的牛市就是反弹到一定的高度。好，这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今天发表讲话，他讨论了可能呢会放缓加息步伐这个问题那么这也是我昨天预判到的那么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在某个时候放缓加息可能是合适的那么昨天我已经猜到了MKS Palm 分析师 Nicky Shields 他说目前大幅加息已经成为过去式随着每一次的利率的这个决议每一次疲软的数据和企业的财报的发布，我们距离明年降息呢就会越来越近这也是我昨天说到的那么与美联储议息会议挂钩的这个调期显示美联储9月至少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是100%，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呢是37%11月份至少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呢是100%，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是14.8%。以上呢都是分析师所说的话，非常的有理有据，这也是这个议息会议的主要的观点可以确定这一次加息就是顶峰了，下一次加息呢会在9月份所以给大家呢2个月的时间，那么市场会不会来一次像样的反弹呢？大家都在期盼这个反弹那么实际的情况呢可能又会千变万化，那么你不知道这个明天到底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意外。那么但是呢有一点大家别忘记，今年11月份美国有个中期选举，那么民主党只要他还想玩，就一定会给美联储施加压力，那么经济放缓已经是板上钉钉了不信呢我们明天可以看这个 GDP 的这个数据，这个 GDP 出现负值的可能性呢又是非常的大。美联储如果不放缓加息的步伐，民主党的中期选举呢就会泡汤我昨天也讲过了，只要美联储放缓加息，市场呢就会回暖。当然了，这个回暖并不是让你去 FOMO 去追高记住呢，永远都不要追高。熊市只有在急速下行的时候才是下手的好时机。具体的操作思路呢，我已经在会员群公布了欢迎感兴趣的朋友咨询进群。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所有的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